Hello，大家好，这次呢刚刚从美国回来啊，所以说跟大家讲一讲在美国遇到的一些问题啊，比如说我在美国航空公司，我境内的航班啊，我总共坐了3次啊，遇到2次取消啊，所以说这个是很让人头疼啊。那而且这次呢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洲际飞行啊，不是说一个人出国旅行啊，是洲际飞行啊。那洲际比较远嘛，因为跨这个时区啊，不像如果说我去日本的话，虽然说跨一个时区，但是感觉没什么感觉是吧？啊，那如果说一个人飞美国的话，没有人帮你拎包啊，没有人帮你管行李啊，人又疲惫啊，所以说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。那首先这张图片的话是我在杭州萧山拍的啊，这个总而言之一点的话就是说呢，这个里程呢，说实话现实当中可以兑换成现金啊，说实话就可以折现去使用买书嘛。那这边可以兑换里程是很多的啊，比如说厦航啊、国航啊、川航都可以兑换啊。总而言之呢，南航里程是最值钱的啊，所以说给大家说一个小题外技巧。好，回到主题，那么我这个机票啊，之前我就做过一个视频啊，我是怎么买到这个机票的。其实我这个机票呢是杭州往返洛杉矶啊，总共花了4900块钱不到，还减了30块钱，因为农业银行信用卡有优惠啊，减30块钱，等于说4870块钱啊，那么还可以开发票啊。那其实呢，我的目的地呢是拉斯维加斯啊，不是洛杉矶啊，所以说呢，我要去拉斯维加斯，因为拉斯维加斯的朋友比较多一点啊，而且呢。拉斯维加斯的消费啊，要比洛杉矶要便宜一点啊。那是这样子的啊，前面都不说了啊，这个的话就是国内航班，然后国内再转国际嘛啊，这个出关在厦门出关是吧？那这里的话就是到边疆航空啊，边疆航空这个机票呢是我在另外一个网站上去买的啊，等一下我跟大家说啊怎么去买啊，怎么去挑选这机票啊。这个机票很便宜啊，大概我花了$30多啊。结果当我花完$30多之后，我发现啊，飞猪比这个我在美国官网上买的机票还更便宜啊，有些时候飞猪还更便宜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它这个本身是要付行李费的，是吧？但是啊，这次我出门，我决定不带任何行李，不带任何登机箱啊，只背一个包包啊，就书包这种啊，你可以理解为成电脑包嘛，其实它本身就是电脑包啊。那么带一些必要的数码产品啊，比如说这个移动 WiFi 啊，那么还有这个相机啊，还有手机啊，还有这个充电宝，还有这个手机充电线之类的。其他的话就是一些衣服啊，这种七七八八的啊。那么我带的衣服很少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直接在亚马逊上去购买啊，购买直接发到我朋友家，到时候我到了拉斯维加斯，我直接去朋友家拿。顺便我也买了个行李箱啊，从亚马逊上买个行李箱，花了$30多啊，也是从亚马逊上买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总共花了$80多啊，凑个单，这样可以免费包邮到我朋友家啊，这样的话也省事了，衣服也有了，行李也有了，那我就不用花钱去买这个行李配额的。这行李配额的话要花多少钱呢？要花$69。无论你是 carry on 的还是 checked in 的这个托运行李啊，它分2种，一种是登机的这种叫 carry on， 一种叫托运行李叫 checked in 啊，这个 baggage， 那么都是一样啊，价格都是$69，而且它是有行李的重量限制的啊，可能是尺寸限制也有啊，那个限制也有，重量限制大概在40磅左右啊。其实的话，我觉得感觉这个40磅左右的话还是很低的啊。一般来说，默认啊，比如说我从日本飞中国，中国飞日本，基本上我的印象当中就是23公斤啊。所以说这个配额还真很低啊，所以说美国航空公司经常被说他们并不靠票价赚钱，而是靠收行李费赚钱啊。好，另外说一点的话，边疆航空啊，这个说实话是一个叫廉价航空吧啊，廉价航空。那么廉价航空的英文单词叫怎么说呢？叫 budget airlines 啊。好，那么再把话说回来啊，其实呢，我这次也是有点失误啊，比如说我从洛杉矶飞到拉斯维加斯啊，才223.6啊。236啊，这个英里，这个非常短途啊。其实呢，我有一些朋友的话，他是有那个 UA 里程，就是美联航里程啊。他跟我说，他说还不如我美联航里程帮你换了啊，换机票，还可以帮你换个商务舱。他一看，商务舱跟经济舱的税费居然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有朋友他们有这种 UA 里程啊，那我觉得还不如找他们换啊，因为说实话，这个没有带行李啊，还是很麻烦一件事情。好，现在说一下我是怎么买到这个机票的啊？这机票说实话也不是非常便宜，但是赚下来应该是还是比飞猪便宜啊。从表面上价格来说，没有飞猪便宜啊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打开这个返利网站啊。这返利网站的话，我介绍过很多回啊，你可以在我的视频说明区域啊可以找到啊，包括以前的视频也有说过啊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站呢，其实它非常适合这个美国境内的航班啊，叫 Cheap O Air 啊，Cheap O Air 啊，这个啊。
然后点搜索架。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啊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个返利是吧？啊，最高到25.25 cashback 是吧？啊，然后点进来之后，我再点这个啊，点这个就可以了啊。这边的话不是有显示嘛？叫 flights 啊，flights 的话是$10，那么我点这个就可以到达被跟踪了啊。啊，被跟踪的话，它就可以获得一个返现啊。那么也可以有这个行程单，当然的话，这行程单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啊，因为行程单很多时候出入海关的时候才用啊。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话是有500的积分是吧？那比如说你这样从你要这样输入啊 ，LX 的话就是一个洛杉矶啊。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3字代码的话，你也可以输入城市的全称啊，比如说我输入 One Way 啊是吧？然后搜索。好，这个是时间啊，时间的话这样子的啊，比如说你搜索22号的话，肯定是很贵的啊。一般来说，我找到规律的话，基本上是提前7到10天定，那个价格是最便宜的啊。我可以看到，我们也可以挑选个日期啊，比如说我提前个到31号吧啊，你就可以便宜了啊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啊，比如说这个，因为有很多机场啊，你不要以为洛杉矶只有一个机场，洛杉矶还有一个叫安大略机场啊，其实很多的啊。那么要选择这个 LAX 啊，那么可以把这边选择一下啊。我们可以选这个啊，这个 LX 好，这边$35是吧？最便宜的就$35。那这个的话，航班啊就是9点半的啊，其实就是跟我这个9点半航班一模一样的啊 ，F9264是吧？好，那么你就订这个航班啊。当然的话，下面的话它可能会让你要不要这个行李啊这个的，对吧？那这个的话你自己选择啊。一般来说我就不买行李了。好，这边的话它有升级套餐啊，之前这个我没看清楚啊，这边好像也可以 carry on 的这个手提行李是吧？$47啊，它这边有不同的标准啊。那么还有的话，就下面就单独买行李的话啊，比如说这个个人物品啊是这个本身就包含的，那比如说 carry on 的话啊，这个的话你就$69是吧？那如果说你这个行李这个托运的话啊，托运的话$69，有些时候呢，如果说你超过2件、超过3件的话，你更多的话啊，它反而更贵啊，所以说呢。我$69干嘛要去买这里买呢？对吧？好，我买的行李箱就这个行李箱啊，这边显示是$58是吧？之前买的时候是$30多啊，所以说呢，我就买这个啊，这个属于 carry on 的啊，可以登机箱的，那么20寸的，你要看清楚啊。那么至于怎么买这些东西的话，你这个自己选择了啊。当然，如果说你在美国没有朋友的话也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把这个行李啊。包括买的东西啊，你可以找到你住处附近的 7-Eleven 的便利店啊。亚马逊是有个这个寄存柜的啊，所以说呢，到了美国之后，你寄存柜打开，你就可以自助的取过啊。我之前的话买过一台电脑啊，也是放在寄存柜的，所以说你电脑的话好几百美金了嘛，这个才几十美金，你怕什么呢？对吧？不怕丢啊。好，再说回来啊，如果说我这边不勾选的话啊，那么就是$35.99是吧？然后下单啊，下单付信用卡啊就可以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最好下载一个 APP 啊，下载到他们的 APP 啊。如果说没有下载 APP 的话，你把它打印下来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下单完之后啊，包括我这边的话是8.08，是不是啊？8.08是我争取回来的，因为他刚才应该说算是跟踪了这个返利，结果他没有给我返利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比如说我这个是5月1号订的啊，36.7下单金额。返现的话是$8，总共是28块啊，等于说这个航班才$28。那么其实这个返利的话，它原本是没有给啊，我后来是找了个客服要回来的。找客服的话就是这个 customer service 啊，然后这个 missing cashback， 然后点这个啊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订单啊，就是这个 Triple Air 啊，然后呢就这样回来了啊，把这钱要回来了，8块多啊。好了，现在说飞行过程啊，这个的话是我在杭州飞厦门的航班上拍的啊，已经快降落了。那么这个的话也是在厦门拍的照片啊。好，然后你要这个航班要出来啊，出来的话，你说如果说你有行李的话啊，你跟我不一样的话，你要重新托运行李，因为你要从国际出发去走了。那么这次的话有所变化啊，要先过海关再过边检啊，不像以前的话先过边检再过海关啊，应该说是先过海关再去值机啊，再去过边检啊，不一样了。那么这个的话是我已经过了边检之后呢，遇到了免税店啊，这免税店里面可以买香烟是吧？香烟的话说实话里面很少啊，这熊猫啊、中华啊，很少很少。那么这里的话是一个国际出发区的登机口啊，当然的话这个登机口不是我那个航班，因为我那个航班是晚上啊，这个是吉隆坡的啊。
好，还有的话就是，如果说你有龙腾的话啊，比如说这个银行会送龙腾嘛，比如说我的大银行跟工商银行就免费龙腾啊。那龙腾的话，你可以进来这个休息室啊，可以吃东西啊。那我的包包就这个包包啊，就这灰色包包啊，不大啊。那么这个呢是小礼品啊。那么在龙腾休息室里面的话，你可以免费吃啊，刚好赶上这个饭点啊。饭点的话，你就有这种餐食啊，可以免费的，反正不用钱啊。我还喝了几个啤酒啊，还有可乐啊，吃的挺多的，因为我怕飞机上到时候想吃不到啊。这个呢是我最后吃的啊，所以最后呢，我可以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说呢，你因为这个洲际飞行啊，这个航班里面要10多小时，所以说呢非常的干燥啊，所以说呢你可以带瓶水上去啊。那理论上的话，休息室水是不能带出去的，你可以跟他讲一下，你这个水喝过了啊，那你这样他可以让你带出去啊，问题不大。你不讲的话不好啊，你讲一下啊，一般来说都没问题的。好，这个的话就已经是去美国的航班里面的啊，就这样子的啊，三个这样的座位啊，其实很大的航班啊。那么原本的话，以为我这个航班啊，这个一排只有我一个人啊，结果呢后面来两个人啊，那每个人的话有个毯子，有个小枕头啊，因为比较累嘛。好，它这个电脑啊是可以放歌，也可以放电影啊，然后会给你个耳机。那这边的话可以插这个 USB 的孔啊，甚至你还可以上网。上网的话是要付费的啊。那上网付费的话，我觉得建议还是买那个最便宜的套餐，它有打折，原价是90多块钱，现在只要68块钱啊。这个航程是非常慢啊。那如果说从厦门飞往洛杉矶的话，大概12小时；如果说反着飞的话是15个小时啊。为什么呢？一个顺风，一个逆风啊。顺风的话快，好，这样的话就会显示时间啊，出发当地时间、目的地时间啊。这个呢就是他们的后厨吧，飞机后厨啊。因为人累的话，可以后面走一走。那么有一点说明一下啊，就是在国外坐飞机啊，其实这个是没有登机牌的，没有纸质登机牌的啊。纸质登机牌的话，如果说你要的话，要花钱，要30多美金吧。每个航空公司不一样。如果说达美航空啊、美联航啊这种，它是可以免费给你换的。不过这个廉价航空的话，也就是 Frontier 啊，边疆航空，它这个是没有纸质登机牌，只有就是电子的啊，就是登机牌嘛。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 PNR 号码啊，很多朋友不了解啊。在国外的话，就是你要这个确认订单号的话，就是用这个代码啊，6个代码啊，6个字符。那么这个飞机上的这个电脑啊，是可以显示这个飞机的实时位置的啊。比如说你在这里啊，大概可以预判啊，这个到哪里了。那这个也是一个图片啊，一样的啊。那么这个图片的话，已经是快抵达了啊。那么这个的话，已经是在降落过程中了，已经在洛杉矶的上空了啊，已经在 LAX 机场边上了。好，那么等我过关之后啊，我发现其实呢，我落地之后我就收到一封邮件，说这个航班已经取消了啊。航班取消之后呢，他说给我100的代金券啊。但是这个代金券呢，你看仔细规则的话，一看啊，其实代金券是很不好的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代金券的话，只能允许你自己使用，而且是90天内啊。这个只能报销机票啊，不包含税费。因为票这个费用啊，说实话很便宜。就像我这个机票买了30多美金啊，其实在10多美元是它真正的票价，另外的20多美元是这个税费啊。那你如果说想托运行李的话啊，其实这个100代金券也是不能用的啊。所以说这个抵扣成本真的很低啊。这个呢是我收到的这封邮件的，说这个航班取消了。这个航班取消呢，说实话也很奇怪啊。如果说你在非常准这 APP 里面查看的话，这航班还在进行当中。那谷歌里面搜索呢也在进行当中啊。我怀疑是不是针对我啊，因为我这个 check in 慢了啊，我没有点 check in 啊，所以说呢会不会针对我的现象啊？其实也不是的啊。其实我后来去看那个有一个网站啊，这个网站呢就是这个 Flight 雷达24啊，然后你这边搜索 F9264这个航班，那么如果说它只能查7天了啊。那么大概的话，其实有一种经验啊，就是说它如果说亮黄色的啊，我在手机 APP 里面查的，亮黄色的话基本上是取消的，如果说绿色的话是正常飞行的航班。那么点进这个官网里面，它也会显示啊，就是说我可以获得一个退款或者说旅行积分，旅行积分就是代金券嘛啊，那没必要，真的是这个很让我不爽啊。从官网上看的话，这个航班也是被取消的啊，这样的话我还是能确定这个航班是真的被取消了。那么点进来之后啊，它这边还可以选项，比如说我点这个 refund 啊，
但是我建议不要去点，你不要去点它啊，点它之后你就没有选择更多选项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还做出了个决定啊，就是我把5月17号的航班，就是从拉斯维加斯飞往洛杉矶的航班，我先把它给定了啊。这个定的话，当时没有用这个优惠券啊，没有用代金券，因为代金券是后面发生事情。其实我在从厦门上飞机之前，我就把它定好了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我不知道啊。如果说知道的话，我还能省点钱啊，省个10来美金，那也算了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在柜台的时候呢，跟那个小哥沟通啊，就是柜台小哥沟通，他们都快下班了。我说这个航班取消怎么办呢？他跟我说我有2个选项，一个是你直接退款啊，退款他就不管了。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再帮你预定一个航班，然后呢，第2天才有航班。第2天的航班的话，要第2天的9点30分起飞啊，等于说要延误1天了。但是呢，这个中间1晚的住宿呢，它是可以免费给我提供的啊。但是这个住宿呢也是很累人啊，他们订的很慢啊。他跟我说要2到3个小时才能帮我完成预定啊，结果的话，事实上花了40多分钟时间吧。那么在这期间的话，这个就是洛杉矶机场的 T1 啊 T1 机场，因为这个廉价航空基本上都在 T1 机场。那 T 机场的话，有个好处的话，就是有座位可以坐啊，座位还比较多。那个你如果说酒店帮你预定好了之后呢，你首先的话最好有一个美国当地手机号码，方便联系，方便接收短信啊。如果说你是中国号码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如果说你收到了短信提示你的预订信息啊，酒店预订信息是比如说哪家酒店啊，比如说希尔顿的啊，我的是喜来登的啊，属于万豪体系的。那么万豪体系的话，这边我要问人啊，就是哪里可以坐那个接驳车啊？接驳车的话，其实在 T2 的下面可以坐啊，到达区域啊，这边的话是出发区域啊，所以说你要下1楼。好，这个的话是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啊，就是我的这个喜来登的 Gateway 这个酒店啊，那么从10号到11号一位啊，然后你到前台就把这个出示一下就可以了啊。这个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就是飞机上的可以用这个 WiFi 的情况啊。那我觉得建议要用的话，就用这个70块人民币的好了。那么酒店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啊，包括呢我本身的话也是万豪会员啊，所以说呢万豪会员的话它是还有积分可以拿啊，我拿了1800多积分吧，算下的话人民币的话，价值如果说按照1万积分550人民币来算的话，差不多100人民币左右吧啊，等于说还能赚了100人民币。那么这个就是酒店的样子啊，还是不错的啊。这个价格的话，如果说你要自己去预定的话，可能要170美金左右啊，就是1000多人民币吧。那就是这个就是房间样子，那这就是卫生间，这也是卫生间啊。注意一点啊，在美国的酒店的话，无论再好酒店的话，都是没有提供拖鞋的啊。所以说拖鞋啊，包括洗漱套装啊，都是我自己带的啊。洗漱套装的话，其实可以你买那种旅行版的啊，就是非常小件的东西。还有啊，这个酒店呢让我诟病的一点就是它的 WiFi 啊非常非常慢。那本身的话我是这个会员啊，会员级别是达标的啊，所以说我可以免费用这个的啊。如果说你没有会员的话，你要付这个17.95美元了一天了，你点这个就算我点这个东西啊，点这个快速的网络也没有多快啊，非常非常慢，所以说这是很让人诟病的问题啊。那这个就是房卡了。然后呢，我要去买个东西啊，比如说买一些吃的东西，结果从这个酒店到这个 7-Eleven 的话，要花19分钟，来回40分钟，走路啊，特别特别慢啊。那这个就是酒店啊，我后来买了一些零食跟水。那么这个酒店啊，其实美国酒店的话，基本上入住是比较晚的啊。去看这个，如果说你花钱入住的话，要下午4点钟才可以入住啊，退房的比较早啊，早上11点就要退房了，这个跟国内还是不一样的。关于房价啊，房价就是我搜索一下啊，5月17号到5月18号是209美元啊，这边我就是这个大床房。但是呢，人家呢帮你订的话，人家肯定是有协议价的啊，他这边有那个协议价，我看了一下是126美元啊，光税费就是17美元了。好，介绍一下这个 AX 机场啊，就是洛杉矶国际机场。那么这边有个图片我拍了一下啊。那么我们如果说从中国飞往美国的话，应该来说啊是2种情况。如果说你是坐美联航啊，美国航空，那可能机场是不太一样啊，可能不在 TB 机场。那如果说你坐厦门航空四川航空、中国国航，基本上非美国航司都是在这个 TB 机场啊，叫 Tom Brady 啊这个机场。然后在这边啊，在中间这边的话是321啊，这边的话4、5、6、7、8啊，这样分。
那我觉得吧，就是如果说就像我这样子啊，我这边从 TB 机场过来，你出来啊，不要到里面去，出来的话就可以很方便。一个就是左边，一个右边嘛，你往左边走，往左边走的话，你这样走，其实走的不是很远的，不需要很远的啊，大概就5-6分钟到这个机场，到5-6分钟换一个，5-6分钟换一个啊，走个10分钟就到了这个 T1 啊，T1 机场的话，这个的话就是廉价航空的机场。那这边有什么好处呢啊？T2的话基本上被达美给承包了啊，T3的话估计是美国航空承包了。那 T1的话基本上都是廉价航空啊，比如说这种反正是小航空公司吧，那你就在这边啊，在这边等候啊，然后这边有座位，很多座位啊，你别的地方还是挺满的啊。然后呢，但是有一点啊，说明一下，就是如果说你坐廉价航空的话，在 T1 坐飞机啊，很多时候你值机之后，你要坐接驳车把你装到 TB 来啊，这个也是个很奇怪问题啊。就是当时反正跟着别人走嘛啊，然后你就会坐一个接驳车到这边 TB 来坐飞机。这个的话就是 T1 机场的实际场景啊。那么你在这边值机啊，你可以看上面的灯牌啊，灯牌的显示，如果说那个航空公司你就过去就行了。那如果说 Frontier 的话，就在这边啊。那这个的话是我在5月11号啊拍的，就是要登飞机了啊。这边的话就这样排队进去，你把那个确认代码给他，然后把护照给他，然后他帮你值机就 OK 了啊。这边的话是关于旅行的一些托运行李问题啊，比如说这个舱的话跟大家都没关系啊。还有的话，这个 TSA 啊，TSA 经常你会看到啊，其实这个跟大部分人也没什么关系啊。外国人的话可能可以用那个 Global Entry 啊，那个的话其实要付费的啊，就是一个快速通道。那比如说看这个牌子吧啊，看这牌子的话，比如说我这个是 Frontier 啊，叫拉斯维加斯啊，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这个下午6点钟开始开放啊，check in 的柜台，然后航班号 F9264，然后起飞时间是9点半。那么你要去地方的话，这边有指向牌啊，这边比如说 Terminal 啊，Terminal 4啊和 B 啊，这边的话这个方向啊，那这个的话肯定是我在3号航站楼这拍的。还有的话，洛杉矶机场的话是可以有免费的无限制的 WiFi 啊，而且网速非常快，我测速过了啊，大概能到100兆左右吧。你点这个第一个就行了啊，不用点下面两个，你不用付钱啊，点一个，然后呢，他让你看一个20秒广告，广告内容基本上都是航空公司广告啊，达美航空啊这些广告，你看完之后再点连接啊就行了。这是我测速的样子啊，109兆。还有吧啊，这个行李推车啊是要收费的啊，这个要8美元一次啊，你要付钱啊，这个很折腾人。还有的话就是，如果说你是苹果手机的话啊，很方便，就可以把这个登记牌添加到你的苹果钱包里面啊，这样的话比较方便啊，可以出示一下。那这个的话已经就是我进去之后啊，可以看到里面的航站楼到登机口了。那么登机的地方呢，可能要吃个晚餐啊，我觉得这边晚餐的话基本上都不太好吃啊，可能就熊猫快餐可能适合我点口味啊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Terminal One 的这个熊猫快餐。好，你看这个啊，这个的话，说实话是要我说的嘛，转接驳的嘛。因为我的那个从 T1 开始直机进来之后，他要坐个接驳车，要往这个下面走啊，下面的话要坐公交车啊，就接驳车嘛。还有个坐个大巴把你送到 TB 去登机啊，这个登机口在位数很高啊，就是100以上的啊。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免费 WiFi 的22秒广告。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接驳车啊，你要上这个接驳车，然后呢到那个地方。好，到达这个登机口210号登机口啊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啊。好，到达这个地方之后呢，你在登机之前呢要排队啊，排队之后呢，他有些时候呢他会让你把这个行李去放在这边啊，要横着放啊，像横着放之后放进去，如果能放进去的话就是不用钱了，如果放不进去的话，柜台去付钱。好，那么这个视频也是啊，这个也是放进去的。你看这个人啊，这个的话就没放进去啊，没放进去，他放错了啊，他应该放下面的，下面也没放进去啊，结果被收钱了。那这个就是航班上的景象，晚上的啊，这个没有头等舱，也没有商务舱，全部经济舱。好，这里的话已经到达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机场了。那么到这边啊，那么拉斯维加斯机场的话，接人的话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啊，就是你跑到对面去啊，这边对面不是有这种那个停车场的嘛？啊，停车场的话，里面的话有几号的话啊，你可以临时停车，就是找你朋友，然后接机的时候呢，你这边啊等着，比如说20号告诉他，然后他这边找到你之后呢，把你接上啊，立马就开走就行了。那么我朋友的话跟我分享这个共享位置啊，可以让我知道他到哪里了。
再说从拉斯维加斯回洛杉矶啊，因为那一天的话，我是要在晚上的11点乘坐洛杉矶的航班飞往中国。那说实话，我早上3点钟就出发了，因为早上6点钟的飞机，6点钟飞机是起飞时间，所以说提前45分钟的话登机了。那理论上来说的话，我4点多就开始办理值机了啊，所以说我3点钟出发。3点钟出发呢，这边的话是拍了个夜景啊，这边是那个洛杉矶的一个地标建筑啊。其实很多朋友呢跟我说，哎，你不用这么早去啊，你可以晚点去啊。我到这边之后啊，发现说实话人很多啊。其实我还担心一点的，就是因为我之前坐了2次美国境内的航班啊，都被取消了，所以说我很担心第3次也被取消。如果说我被取消怎么办呢？对吧？没有什么办法，难道我再住一晚吗？住一晚的话，那个洛杉矶飞中国的航班就飞走了。那么顺便提一点啊，如果说就像我这样子啊，2次被取消航班，这个会怎么赔偿呢？其实这个官网上是有说明的啊，不是说航空公司官网，是美国有个部门交通部啊，叫 DOT， 简称叫 DOT。你可以这样搜索啊 ，DOT， 然后 cancelled flight 啊，然后就找到了。那么到这里的话，你可以选择，比如说你的航空公司，每个航空公司是不一样的啊。比如说我选择 Frontier 啊，也就没几家航空公司啊。那点出来之后啊，它这边就有说明了啊，我可以把它翻译一下。它这样子的啊，比如说帮你重新预定啊，其实它这个我看了一下，其实它是理论上它是不需要帮你预订酒店的啊，那说实话我还是能获得了酒店赔偿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下面的话是有常见问题啊，你看嘛啊，比如说像我的话就是已经被取消了，然后影响了啊，我要过夜是不是？提供免费酒店住宿，它原本上是可以不提供的啊，但是他提供给我了啊，非常好这点啊。那么拉斯维加斯机场的话，其实跟美国的洛杉矶机场差不多啊，你不用看这航站楼，你就看这个牌子，哪个航空公司就是哪个航空公司的牌子就行了啊。到达里面的话，我朋友还说我来早了，其实这边都是人啊，排了很久啊。早上的飞机啊，说实话人很多的啊，因为早上飞机便宜嘛。其实我还担心一点，就是被取消的话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可以换大巴啊，我可以换坐火车。我可以换，我再预订一个贵一点的航空公司啊，能立马起飞的。中间我可控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啊，因为我耽误不起后面那段国际旅程。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牌子啊，登机牌啊，这个的话跟我上次来的时候不一样啊。那这边的话是有个 self service， 然后呢这个有个托运行李。那么这个的话他就给你一张票子啊，这个票子的话是提取行李用的，这票子说实话没人看啊。托运行李的话其实可以自己把这个贴纸贴一下，当然的话，你不懂的话，可以让他贴，帮你比较好。这个是过安检的情况啊，非常非常忙碌啊，这个折腾了很久。那这个的话就是拉斯维加斯这个登机口的场面啊，它登机口里面的话，说实话也有这种老虎机，但是不要去玩啊，我觉得这种老虎机的话很坑人啊，我看过了，很坑人。怎么坑呢啊？我没有玩啊，我就拍这照片啊，就看这个轮盘好了嘛。轮盘在欧洲轮盘的话是1个0啊，在美国外面的轮盘的话是2个0啊，结果在机场的轮盘呢就要3个0啊，3个0的话等于说你这个概率真低了啊。好，一样的场景啊，也是要登机之前呢，让你把这个弄一下啊，然后这边注意啊，这边有个 Zone 1啊，Zone 2到5啊，它是1号区域、2号区域、3号区域、4号区域啊，我的话应该是4号区域啊。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是不是有个4号区域啊？所以说它是分区域来登机的，因为你为了大家方便嘛，所以说让最后排的人先登机嘛，啊，最前面排的人后面登机嘛。当然的话，有些人可以优先登机啊，所以说呢，你要看清楚啊，这个排啊，这边是1号区域啊，2号到4号区域在这边排着。好，这里的话，航旅纵横有提醒了啊，我已经安全抵达洛杉矶机场了。这边有个 TBIT 什么意思呢？TB 就是机场那个 B 号航站楼嘛 ，IT 的话就是国际航站楼的意思。到达 TB 机场啊，到达 TB 机场的话，你这边可以看这个牌子啊，你可以看厦门航空的牌子，它大概有3页吧。一般来说，你看看什么时候开放啊。那么有一点啊，给大家小技巧啊，我在外面买一瓶水啊，这个水的话大概是3美元左右吧，3美元左右之后，这个水我喝完了是吧？这瓶子不要扔掉。因为机场里面可以灌水啊，灌水之后，光这个灌水我都喝了5、6瓶。因为洛杉矶真的很干燥，包括在这个洲际飞行的过程中呢，这个航空器啊，就是飞机上啊，非常的干燥啊，所以说你多灌点水啊，这瓶子别扔掉。那么顺便提一点啊，就是在洛杉矶机场过了海关之后，可以免税店买东西嘛。
那么因为我的航班呢是行李已经托运了，但行李是直挂的，所以说呢，我到了厦门之后呢是没法把行李提取出来的。但是如果说你要买液体的，比如说这种精华液啊、化妆品啊这种东西的，我买了之后是液体啊，我可以带到厦门去。但厦门我出了海关之后，我再次登机去杭州的话，哎，这个液体我就不能随身带了，我是不是要托运啊？所以这个很麻烦啊。那所以说这也是个 bug 啊。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？那除非要么就是我邮寄呢，那没有邮寄办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因为行李已经托运了，而且行李配额只有1件，以前是2件啊，所以说我当时就买了2条这种香烟啊，黄火香烟，这香烟也不便宜啊，139美金，比折合人民币的话还比国内贵个4块钱人民币。这个就是买了香烟啊，这香烟的话它是有小票，你不能拆啊，等出了美国啊，离开美国才能拆。那么这个是从洛杉矶飞往厦门的航班上，你看我的水杯在这里啊，就是灌满水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已经上了这个洛杉矶飞往厦门的航班了啊，这么就结束了，对吧？那我就这个旅程就差不多了，然后到后面的话就不用太操心了。这个是飞机上的情景啊，一般来说的话是给2次餐点啊，1次点心，总共要吃3顿了。那这个就是航班上的景象。在航班上的景象，飞机上特别大啊，所以说飞机这个很大啊，787-9啊。这里呢，在济州岛附近啊，我感觉每次在济州岛附近总是会遇到很强气流啊，无论是坐美国航班还是坐日本航班，都是一样感觉啊。这个呢，你是可以玩游戏用的啊，就是上面用的。